因为呼吸机突然断电，丈夫挣扎着想发声提醒妻子，可他正忙着照顾孩子。眼看罗宾就要支持不住了，这时的妻子还没意识到死神正在悄悄逼近。随着最后一丝氧气即将耗尽，妻子忽然察觉到异常。此时罗宾已经陷入昏迷中，好在最后插头被及时接上。经过短暂的休克，罗宾缓缓睁开了眼睛。That was interesting. Oh my god. 得知罗宾死里逃生后，好友们都纷纷赶来探望。有人提议是否可以帮罗宾改装一下呼吸机，比如安装一个用来求救的铃铛。可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该如何晃动铃铛呢？罗宾吐了吐舌头，随后又抖了抖眉毛。众人意识到他的脑袋似乎还可以轻微移动，这无疑是个好消息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制作，罗宾的求助器完工了，只要微微摆动头部，妻子就会在第一时间赶来帮他解决问题，儿子也会趴在窗台向他打招呼。这时罗宾突然注意到儿子正在用力推着摇篮车玩耍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中产生。他委托好友帮自己改装了一台全新的轮椅呼吸机，这样既可以出门去溜达，也不用担心因无法呼吸而丢掉性命。虽然电池只能提供3个小时的续航，但这对于已经躺在床上2年的罗宾来说，无疑是世上最好的礼物了。他让妻子推着自己去医院看望病友，同时向他们炫耀一下自己的高级装备。医生看到后惊叹不已。这时院长阴沉着脸赶来，气氛瞬时变得紧张。他抱怨道，病人本就过得十分艰难，为何还要让他们燃起错误的希望？这种怪异的装置简直就是在拿人命开玩笑。随后又气冲冲地离开了。罗宾说院长就是个自以为是的笨蛋，病友则说你小心哪天从上面掉下去，如果足够安全，他们也想来上一台试试。罗宾依靠轮椅呼吸机让生活有了一丝生趣，可孤独依旧伴随着他。有时他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日子，坐在飞机上遨游蓝天，大口呼吸着自由的空气。某天调皮的儿子忽然把家中的老相册给扒了出来，里面全都是罗宾和妻子美好的回忆。妈妈告诉儿子，自己和爸爸曾一起去过非洲，他就是在那儿出生的。儿子嘀咕道想去看大象，可如今的罗宾连行走的能力都没有，又怎么可能去非洲？一句天真无邪的话语却让夫妻俩陷入了无限的悲伤。他们彼此诉说着对不起，但这份痛楚不应该带给年幼的儿子。妈妈独自一人来到厨房，泪水止不住地在眼眶打转。为了实现儿子的愿望，罗宾找好友把家里的汽车进行了改造。就这样，一家人踏上了前往非洲的旅行。为了方便罗宾，妻子还特意将副驾驶的门给拆了。谁能想到全身瘫痪的罗宾竟然还能出国旅游？他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染了周围的许多人，大家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榜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家人开始尝试游走于世界各地，趁着有生之年去欣赏更多美丽的风景。不料途中呼吸机忽然发生了故障，荒郊野外再加上没有专业的维修人员，事情变得有些棘手。好在有人恰巧路过，经过一番交流，答应帮他们去不远的镇子上打求救电话。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，罗宾的呼吸机只能依靠手动维持。众人都认为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等待，然而越来越多的路人都被罗宾的事迹所吸引，听他叙述自己年轻时的故事。那时的罗宾还是一个穷小子，妻子戴安娜是富家千金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温婉可人，只一眼罗宾便深陷其中，不可自拔。朋友劝他没机会的，可一旦心动，又怎会轻易认输？一次完美的击球成功引起了戴安娜的注意，如愿掉进彼此眼眸的两人，在绿荫葱葱的车道上穿梭，在气氛喧嚣的舞会上旋转。很快，两人要结婚的消息迅速传遍庄园。戴安娜的哥哥们劝她要谨慎，追她的小伙子都派到了巴黎，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。可戴安娜假装听不见，只是让裙角在一圈圈旋转中飞扬。罗宾没有辜负戴安娜对他的爱，即便是外出工作，也会将她带在身旁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如愿结婚，戴安娜也怀上了宝宝，所有人都对他们羡慕不已。可上天总爱捉弄有情人，运动中的罗宾脚底一软，瘫坐在地。起初他只是以为自己关节痛，可当夜晚来临，这种症状突然加剧，没办法，他去找室友请求帮助。刚到医院的罗宾就发现自己全身麻木，医生在他身上铺满了冰块，抢救一直持续到天亮才结束。望着面庞憔悴的罗宾，戴安娜心如刀绞。医生告诉她，罗宾以后可能说不了话了。戴安娜迫不及待找到医生，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原来丈夫竟是感染了小儿麻痹症病毒。这种病毒通过空气飞沫传播，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后，就会对脊髓细胞发起猛烈的攻击，最终导致患者成为一个破布娃娃，颈部以下完全无法运动，甚至连呼吸都会变得极为困难。最要命的是，这种损伤无法逆转，罗宾可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。现实就是如此残酷。戴安娜的父亲说，他见过很多这种病例，没有治愈的可能。母亲则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。倔强的戴安娜表示自己会照顾罗宾一辈子。母亲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戴安娜心意已决。没过多久，两个人的儿子出生了。戴安娜将他抱到病床前，罗宾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为了缓解他的病情，让他可以说话，戴安娜倾巨资将罗宾转移到环境更好的医院。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罗宾虽然可以开口说话，但他的病情却依旧没有什么起色，这让他陷入了无尽的深渊。整日陪伴他的只有天花板和发出噪音的呼吸机。罗宾明白，如今的自己就是一个累赘，而妻子还年轻，他应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可笑的是，他现在连自尽的能力都没有。看着整日守在自己身旁的妻子，罗宾痛苦地说道 No use, dear. You really must leave me here to rot now. And apparently,
I love you. 望着不离不弃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，罗宾又渐渐有了一丝生的希望。而戴安娜则在此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她用手头仅剩的一点资产买下了一座荒废许久的别墅，并瞒着所有人偷偷学习有关护理的知识。她打算将罗宾送到别墅进行疗养，可院长却不同意戴安娜的做法，还说一旦出现意外，罗宾可能活不过2分钟。但戴安娜知道丈夫是一个喜欢冒险的男人，让他一辈子待在医院里和死了没什么区别。于是趁着院长不在，戴安娜说服了医生和护士，帮他一起将罗宾运出了病房。就在大家以为成功的时候，院长突然发现了众人的举动，他大声呵斥道：“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”然而罗宾却说：“你没有权利将我留在这里。”院长觉得这群人真的是疯了。 You'll be dead in 2 weeks. 看着蔚蓝的天空，罗宾又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。也许是因为摆脱了医院的束缚，又或许是感受到了家带来的温暖，罗宾不再像之前那般颓废，慢慢开始学会接受疾病所带来的一切。在身边所有人的帮助下，他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有了量身定制的轮椅，罗宾不用整日躺在床上度过余生，他可以做些自己想做的事，找朋友一起聊聊天，甚至是坐飞机去国外旅游。可每当他想起那些还在医院里躺着的病友，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。于是罗宾托朋友帮忙，对轮椅呼吸机进一步改装，续航由原先的3个小时增加到了6个小时。他想拉赞助大批量生产设备，然而唯利是图的资本认为一群没几天活头的残废根本不值得。好在不是所有人都那么自私，一位贵妇人听说了有关罗宾的事迹后，决定投资帮助他们。这下医院里的病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轮椅，他们不用躺在床上过着等死的生活，可以像罗宾一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几天后，残疾人基金会的会长提议让罗宾去一家特殊的医院，这里的病人都是全身瘫痪，他们躺在铁盒子里，就像是住进了一所小型监狱。感同身受的罗宾不忍再看，为了改变这一切，他参加了世界残障人士会议。罗宾的出现震惊了在场所有专家，他的故事更是令所有人为之动容。 Because I don't want to just survive. I want to truly live. So I implore you, go back to your hospitals to open the gates and set them free. 短暂的寂静后，潮水般的掌声响起，罗宾顽强不屈的精神获得了在场所有专家的尊重。转眼已是8年过去，由于长期佩戴呼吸机的缘故，导致罗宾经常肺部发炎出血，而这种情况还会随着时间进一步恶化。现实总是如此残酷，望着满脸绝望的母亲，儿子给了他一个紧紧的拥抱，或许这样能让他舒服一些。罗宾意识到是该自己离开的时候了，他委婉地向妻子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 And what about me? You're going to be free at last. What do you think I've been doing all these years? Your life is my life. 20多年的不离不弃，怎是一句话说放就放的？这些年，他承受了太多心酸。罗宾认为自己的离开虽然有些残忍，但没了自己，妻子也许会轻松很多。不多时，戴安娜又重新跑了回来，两人相伴多年，她非常理解丈夫此时有多么痛苦，所以这次她决定尊重丈夫的选择。不久后，戴安娜为罗宾举办了一场派对，所有的好友都赶来参加。罗宾非常感谢他们曾经对自己的帮助。朋友们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强撑的笑容渐渐凝固，泪水最终湿润了眼眶。之后的日子里，罗宾的出血越来越频繁。看着妻子劳累的身影，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说道 No one could have loved you as much as I've loved you. I know. My life.：“ 戴安娜温柔地抱着丈夫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”次日，罗宾叫来医生朋友，妻子和儿子在屋外静默不语，直到看见医生离开后，两人才牵着手回到家中。此时的罗宾已经执行了安乐死，他微闭双眼，安静地躺着。儿子乔纳森上前几步。 My son. My boy. You've given me more than you can ever know. Bye, Dad. I love you. 戴安娜面带微笑来到床边，说自己还没准备好告别词。罗宾则像个孩子，傻笑着说没事。随后，戴安娜献上临别一吻。罗宾觉得自己好困，好想睡觉，一滴泪水悄然滑落眼角。他们在明媚的阳光中相识，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相守。爱与被爱，付出和回报，正如一呼一吸的关系，此起彼伏，不可分割。故事的结尾，罗宾合上了双眼，儿子关掉了还在运作的呼吸机，戴安娜深情注视着远去的丈夫，从求死到求生，再到对自由的渴望，从对幸福的追求到最后的坦然放手。真切的爱，既不是道德绑架，也不是情感勒索。谢谢你为我活了一生，也谢谢你让我为你活了一生。真实故事里的他们，靠着这份坚定不移的爱和意志，创造了医学奇迹。有多少爱情是在困难面前退缩，又有多少亲情是在疾病面前破防？但在爱我们的人眼里，我们就是他们的生命。即便生活再糟糕，我们都要努力笑着走好每一步。